琳达打算在周末将公寓租出去，让汉堡店成为一家提供住宿和早餐的旅店。为此，一大早就去商超采买。第一个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是大嘴王泰迪，他觉得这个主意超棒，因为自己喜欢这种古朴的住宿方式。但鲍勃很无奈，他觉得这太花哨了，且花销很大。就看琳达买的这一堆东西，半个月又白干。鲍勃就很不明白了，厕纸不是擦屁股手指不会捅穿就行吗？干嘛非得买贵的？琳达告诉他别担心，等他们的店在网上大火，一切都会回本的。看到琳达掏出一大堆东西，包括那个可有可无的香包时，鲍勃由衷地告诉妻子，每次他招待客人都用力过猛，最后逼疯的只有自己，这些都有前车之鉴。要是被招待的人没有感谢琳达，他就会非常生气。琳达打断了他的话，认为鲍勃才是子虚乌有嘞，自己是个有天赋的女主人。横幅一拉，空气清新剂一喷，琳达已经做好了新客入住的准备。门铃响了，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住客，名为贾维德的昆虫学家。琳达不了解这个职业，还以为是肛肠科医生，也算是贾维德脾气好，耐心和他解释了。昆虫学家是研究昆虫的，而他属于其中一个旁支，研究昆虫交配行为的。他来这里住宿，主要是因为最近在研究真菌性甲虫，这种虫以真菌为食，而这个小镇上的真菌非常多。巧了不是，咱们真菌镇的 slogan 就是真菌。琳达将他安排到了蒂娜的房间居住，鲍勃觉得这实在不妥，这家伙可是拿着虫进了女儿房间喂。琳达让鲍勃不要搞歧视。这边贾维德已经跟着琳达进了马术套房，因为琳达的房间全是马，大概小程度就和贾维德喜欢虫子一样。他掏出一堆标本罐，毫不避讳地告诉小蒂娜，自己要亲眼看着2只甲虫交配，然后保存它的蛋。旁边的小喷瓶里放的是合成信息素，是雌性吸引雄性时发出的物质。一听这，蒂娜可就来兴趣了，往自己嘴里一喷，试图吸引人类男孩的注意。贾维德搞完就将虫子放进了浴室里。楼下的门铃又一次响了起来，这次是一对夫妻，艾德和诺拉。两人一脸夫妻相，且性格也相同，一看就是 I 人，完全不愿意参加什么沙龙，只想回房休息。琳达非得将两人给留下来，还要叫醒睡觉的贾维德，一起在客厅来一场欢迎派对。为了促进感情，琳达让大家分享自己最尴尬的时候，住客们显然都不是很乐意，于是说来说去，全变成了一家人拽鲍勃底裤讲他的黑历史。更离奇的还在后面，吉恩为了不弄脏衣服，穿着裤衩子就跑出来了，嘎吱窝还卡了个葡萄干，还毫不避讳直接往嘴里塞。此时那对爱人夫妻已经快碎了，琳达还在催促他们赶紧讲讲自己的尴尬事儿。诺拉告诉他自己这辈子最尴尬的就是现在了，一句话让整个房间的气氛都变得尬上加尬。艾德小声问诺拉，真的没有其他房间了吗？贾维德在一旁点头道，是真的。这下琳达算是真的听进去了，气到半夜都睡不着。鲍勃怎么劝都没用，又一次重蹈覆辙，也不知道琳达会不会长记性。鲍勃只希望他赶紧睡觉，可惜孩子们也不给他安睡的机会，一张小床睡4个人实在有些拥挤了。吉恩还因为脚冷把脚塞到了鲍勃的内裤里。蒂娜也是不知道哪根筋突然搭错了，问老爸马脑子记不记得住歌词儿。吉恩更是半夜加餐，拿起鸡腿狂炫。琳达也是真的气坏了，抢过儿子的鸡腿就啃，并且暗暗发誓自己要更加用力的对这些住客好，直到他们懂得感恩为止。转天泰迪路过时，发现汉堡店开业特别早，进去和好基友唠嗑才知道公寓楼上个厕所都要排队，所以自己只能到后厨的洗碗池解决。琳达来店里拿牙签时告诉泰迪，那些住客一点都不捧场，泰迪直呼他们不懂事儿，要是自己的话肯定会满怀感情，坐在走廊里喝着小酒玩游戏。知我者莫若泰迪也。琳达邀请泰迪留下，因为路易斯的房间还没租出去。鲍勃下来拦住了琳达，要是路易斯知道自己的房间被租出去，肯定会杀了大家的。琳达不以为然，觉得孩子都长大了，肯定能理解父母。鲍勃无奈了，你看吧，租出去之后打扫卫生1个星期他都不会理你。不过嘛，家庭纠纷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泰迪都是跃跃欲试了，起身就回家拿东西去了。鲍勃好心提醒老婆，跟路易斯说这事儿之前记得戴头盔。也不怪路易斯情绪激动，毕竟没哪个年轻小女孩愿意将自己的粉嫩少女心小房间让给一个满脸胡渣的大叔吧。路易斯指天问地，这世界是疯了吗？他对泰迪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敌意，诅咒他下地狱。这下搞得泰迪下楼开派对的时候都心有余悸的。琳达见其他人还未下来，有些疑惑。吉恩告诉老妈，他们估计在忙，刚才自己听到了弹簧床的声音。琳达寻思，这也太没礼貌了，奶酪和美酒都不足以吸引人吗？贾维德抱着瓶瓶罐罐路过客厅，蒂娜赶紧走上前，看来这些罐子里装的就是雄性甲虫了。这些小虫等下就会被女王翻牌子，交配完就咬掉脑袋。蒂娜一听觉得还挺浪漫的，琳达横插一脚往他嘴里塞奶酪，给贾维德搞得一脸便秘，只能委婉表示自己还要去给小虫做人生大和谐，先走一步。蒂娜紧随其后上了楼，好在还有泰迪来捧场。说是捧场，其实笑话挺无聊的。路易斯还在一旁恶言频出，泰迪难受极了，自己可是给了钱的顾客，你妈妈求着我来的哎。路易斯给了泰迪1个小时的时间滚出自己的魔仙堡，显然孩子气的威胁不足以震慑住泰迪。路易斯决定来真格的了，
他溜进蒂娜的房间，将贾维德的合成素全喷到了泰迪的枕头上，味道冲到他自己都被呛坏了。晚安时间到了，琳达挨个房间给住客们说晚安，这让玩虫子的贾维德吓了一跳，他觉得这个女人绝对是个疯子。大哥，你在人家床上玩虫，明显半斤八两吧？到泰迪这儿，他举着枕头表示有怪味，琳达全当没听见。接着是小夫妻，琳达依旧是敲完门就拉开查看情况，没想到呀，这小情侣看着像文化人，竟然私底下玩这么野，什么4ISM 那是整的一个花。好了，这下诺拉可以在下次派对的时候更新最新的尴尬事儿了。感谢琳达提供的素材。琳达一出门就遇到了吉恩，吉恩一脸天真的询问母亲，为啥你的老哥手上戴着手铐呀？琳达也是脑筋急转弯了，说人家是逃亡艺术家。接着一溜烟带着傻儿子回了主卧。吉恩告诉新来的路易斯，床上每一块地方都有妙用。路易斯婉拒了吉恩的邀请，告诉他自己站着就行。于是等到全家睡着，他露出了阴恻恻的笑容。行动开始，厕所的虫罐头全是自己的武器，他趁着泰迪熟睡全都倒了进去。虫虫大军朝着倒霉的泰迪全速进发。第二天一早，贾维德就怒气冲冲地找到了琳达，告诉他自己的罐子被偷走了。大家不以为然，觉得雄性虫子离了虫母跑不了多远了。结果泰迪一出场，简直没给众人干萎了，一脸的虫子，密密麻麻，看得直反胃。贾维德惊了，这些虫子想和泰迪的脸交配。路易斯假惺惺的过来安慰他，让他去医院看看。然而当事人却觉得这个周末非常的美好。琳达一眼就看出来是女儿干的好事儿，她将倒霉孩子一把抱起扔进了房间里。路易斯闷闷不乐的待在房间里，没想到竟然意外偷听到了泰迪这个大老粗唯一害怕的东西，那就是主题乐园里的玩偶人。路易斯瞬间满血复活，一个全新的复仇计划在心头涌现。他用老妈的信用卡雇佣了派对专用的玩偶人，要来整蛊泰迪。琳达处理完这边的事儿，刚把烤好的饼干端出来，就听到诺拉夫妇俩要搬走的消息。他强硬的将蛋糕塞给两人，还锁了门，表示冰淇淋做好了才会放他们出来，包括贾维德。只有在对待泰迪时，他才会喜笑颜开。只是泰迪此时头肿的不行，只能靠声音听到自己身体上的铂金顾客。这下他拥有了点餐的权利，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玩偶会比培根汉堡先到一步。他被吓得直接血怒，一拳将所有玩偶人都给揍飞了。鲍勃听到动静上来时，整个民宿已经一片狼藉了，到处爬满了飞虫。泰迪情绪失控，琳达的冰淇淋也融化在了盘子里，而琳达本人也已经情绪崩溃到了极点，还在硬撑。幸好还有鲍勃带上来的培根汉堡抚慰人心，只是琳达说的嘴对嘴服，还是算了吧。鲍勃让琳达把钥匙交出来，自己却将所有的客人放了出来。一番交涉，琳达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来到卧室时，夫妻俩发现女儿已经不见了。琳达转而来到路易斯的房间，和他声泪俱下的道了歉。路易斯接受了母亲的道歉，但相应的他也必须和泰迪道歉。还有一件事，他需要女儿帮忙。他把蒂娜和吉恩的房间钥匙弄丢了，需要他来帮忙。结果贾维德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关了，诺拉夫妇更是用包里的小道具，早就从窗口逃走了。不对，这绳子不够长，俩人挂在外边了。琳达从他们口中听到了这次住宿的好话，这才给他们递来了梯子。泰迪是真的惨，不过他也算是和自己和解了，不再惧怕玩偶人，所以他非常满意这次住宿之旅。好吧，琳达想自己还是可以给自己的民宿打个 B 加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这里是草泥泥里面，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下视频我们再见。